有人说，在美国成立第三党比送火箭上天都难。那今年我们就看看马斯克他到底能不能搞成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。今天是7月5号，照例5个热点。第一件事还是马斯克今天正式成立了美国党。我们看新闻报道。据法新社，马斯克7月5日星期六在 X 发帖文宣布成立美国党，而且特地为这个美国党搞了一个推号，现在每小时增加1万多粉丝，未来呢可能会成为一个几千万关注者的大党。我们再往下，他说，你就浪费和贪污问题而言，我们生活在一个一党制的国家，而不是民主国家。今天美国党成立了，将你们的自由还给你们。有人就问，你要走的这个中间路线是否包含了以下几个内容？然后呢，马斯克说是的。我们看看粉丝给他总结的哪几个中间路线，你赞不赞同？第一个，减少债务，只负责任的花钱，是关于债务上限的。第二，用人工智能或机器人对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造。他这个军队建设是基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，而不是造一个又大又贵的金琼系统。第三个，支持科技加速发展人工智能这个倒是未来人工智能机器人，还有那个工业机器人、家庭机器人你必须得靠这个，而不是靠挖石油，不能走老路。第四个是对包含能源在内的广泛领域减少监管这个倒是中间路线。马斯克回答的很干脆就是这样的。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分析一下，有很多政治学的学者，还不止一位，在媒体上放风说，在美国成立一个党派不难，但是你要是能够和这两党形成竞争，这就难了。1912年的时候前总统罗斯福他卸任了以后，就搞了一个进步党，这个党没搞成什么事儿，不到10年就消亡了，后继无人。所以他们判断，在美国真正能形成竞争呢，很难的。但我倒比较乐观因为毕竟现在是信息时代了。他如果通过自己的媒体能够广泛的吸引受众，完成快速注册，这说明年他能不能拿到席位呢？这个咱只能说谨慎乐观，因为他可以采取另外一个捷径，就是挖人的形式。首先呢，共和党的老川搞了一个行动委员会，他的目标就是要炒掉反对大而美法案的共和党议员，其中第一个就是马西，还有其他人。老川呢，现在想把共和党打造成马嘎党，甚至是川党，就认一个领袖，这些人认的是老川，而不是共和党。那总有一些传统的共和党不愿意依从吧？那没办法，那就用这个特色的委员会呢，把你给弄出去，培养你的竞争者。那这些人不就成了被共和党扫地出门的人吗？但是这些人有选民，有执政经验，那他就有可能成为马斯克争取的对象。在这方面，民党也许也有这种方面的事儿。你比如说，现在的情报总监，他原来就是民主党过来的第二件事，我们聊聊这个美国现在的头号新闻是德克萨斯州的洪水。我们看新闻报道 ，NBC 新闻，德克萨斯州发生洪灾，造成至少51人死亡，27名露营者失踪，现在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救助。我要说的是什么呀？在今年年初，加州的山火，这个山火是基于这个大风引起来的。川普是没少骂这个加州纽森和洛杉矶的市长，说他们救灾不力，应该把那个枯枝败叶提前扫光。他也不想想那地方能扫光吗？光扫着树叶那得花多少钱？不现实了。但是这事儿你发生在红州，都死了这么多人，至少川普呢没有对德克萨斯进行广泛长期的批评，这个不就是所谓的双标吗？
另外，我们看一下加州州长纽森对这件事呢，他发了个帖子，他说，加利福尼亚州对德克萨斯州河流沿岸的人员伤亡和破坏深感痛心。我们已向科尔县提供了支持，并随时准备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。悲剧是对我们的考验，而我们如何齐心协力恢复，则决定了我们的命运。这个还是民主党呢更加注重共情一些啊，没有幸灾乐祸。好，第三件事，我们说一下俄罗斯的事儿。前几天我刚说了，有一位副总裁啊，被以参与贪污的名义抓起来了。这个企业呢也国有化了，实际上就是充公了。这件事儿啊还没完，今天又有新的发展了。俄罗斯亿万富豪叫梅特鲁科夫，在乘坐私人飞机逃离俄罗斯时，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逮捕。他拥有俄罗斯最大的私人金矿公司之一，他正在试图前往土耳其。他想跑，你想你能跑得了吗？手机都被监控了，这领空是大俄的，你能随便跑吗？正好被那个联邦安全局啊，就是前身克格勃扣押了，扣了就没好，企业肯定也得充公，人嘛，那你只能进去了。他为什么跑这么快呢？除了前几天有一个被逮捕的富豪啊，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儿，从楼上被扔下来了。我们来看报道，俄罗斯石油高管之一的叫巴达洛夫去世了，这是前几天的事儿。这位62岁的老人是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的副总裁，该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管道公司，负责运输俄罗斯80%的石油，也是一位寡头。他从莫斯科17楼窗户坠落身亡，从窗户掉下来了。你说当这么大老板了，能擦玻璃吗？那一定是吧？被坠亡的。据可靠消息，自2022年俄乌战争以来，至少有14起俄罗斯政客或高官或记者因从窗户坠落身亡的案例，其中包括今天的叫巴德洛夫。2022年之前，此类事件很少见。1970年至2011年间，仅有23起报告。但现在的总数22、23、24，3年过去了，已经发生了17起了。这就可见啊，打仗是真花钱，缺钱的时候呢，要只能是打土豪了。另外，我们讲一下中国的事儿。这两天很多人让我聊聊，中国有一个高铁突然停电了，好像是因为事故，人们啊憋了3-4个小时，汗流浃背。很多人都想，按照法律呢，他们可以敲那个玻璃，但是啊，乘务员是不允许这么做啊，说这是国家的资产，还没热死那个程度。但实际上，30多度高温已经闷了3个多小时了，高铁是密封的呀，或者是相对里边二氧化碳冲的人都懵了。那这时候有个小伙子啊，拿起那锤子砸开了，把这一车厢的人呢啊，算是有了新鲜空气。后来呀，这个人被派出所居然给逮起来了，经过了批评教育啊，把他给放了。严重啊，可能说他是破坏公务。现在他拿这个当那个政绩，这件事让我没什么可聊的呀，让我认为啊，这是一个异化。整个14亿人在特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呢，他们的行为模式和思想已经严重异化到自我阉割。这个阉割除了尊严之外呢，也有健康。在那种环境让你待3小时，你让美国人试试，他半小时待不了，他就能弄了，没准还得让这个火车公司的赔他钱啊，赔他的精神损失。但是在中国呢，国是最大，民是最小，你那个命啊不值那玻璃钱，谁砸了谁就是破坏公物。你看，在疫情期间，只要一个人穿上大白，他就可以左右上百甚至上千人的命运，让你走你就走，让你早上起来捅嗓子眼你就捅嗓子眼。倒是中间呢有很少反抗的。如果不是放开这个疫情白纸运动的话，这种事儿会一直延续下去，至少会再延续半年。大家信不信吧？
所以说我总结一下，在未来可想见的15到20年之间，中国不会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，倒退只会加速。因为我今天讲的另外一个节目是关于未来的大战略，就是战略僵持啊，旷日持久，普通人呢，他注定会陷入一个贫困的生活。谁要不信的话，咱们就拭目以待。我都希望大家过好日子，但是老百姓啊，你的意志和现实啊，往往是冲突的。好，第5件事啊，聊了一个生活常识吧。在中国有个网红叫韩露，就是原来汽车之家的高管之一，现在他自己创业了。在中国，网红的挣钱之道，很大一部分呢不是出节目，而是卖货带货。其中有一位叫韩露的，他是很有名的，他又叫韩露露书或者韩露大保健。他最近在卖那个叫三文鱼，但是据有一位粉丝说，他卖的根本就不是三文鱼，而是淡水的虹鳟鱼。咱们看一下，这位网红说，他的客户，这不是三文鱼啊，这是虹鳟鱼，是不能生吃的，会有肝吸虫病的风险。即使是三文鱼，也不等于可以生吃，要符合相关的标准。但是呢，韩露已经把我拉黑了，然后他截了一个截图，我看了一下，韩露确实在他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在新疆拍了，而且还吃。在新疆那个鱼啊，属于是淡水的虹鳟，这里面它就是有寄生虫的风险，而不是真正大西洋啊或者太平洋北岸的那种海里的三文鱼。那个三文鱼在海水里边它没有寄生虫或者很少，但是呀，作为一个网红一线的汽车达人，他居然在卖新疆的三文鱼，或者说新疆虹鳟冒充三文鱼。如果大卫的朋友你要是他的粉丝的话啊，建议你还是先停掉吧，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。这种寄生虫你一旦感染上，去除起来花的时间和财务的成本是很多人无法想象的。好吗？今天这5件事分享结束了。关于老马的第3档能不能搞成，2026年能不能拿到席位，欢迎在留言区留言，发表您的观点，咱们共同探讨。好吧，明天见。